天意，一天到晚板着一张脸也就算了，你干嘛老挑你弟弟刺儿呢？一家人和和谐谐的不行吗？我们小时候哥俩不是挺好的吗？现在怎么跟放炮一样，一点就炸就炸，就炸什么东西？哎，你们仨孩子啊，什么时候能长大啊？哎呦，老高，一个人教训孩子呢？嗨，你全听到了。当然听到了，有话你就直接跟他们说，要不然他们怎么能知道你的心思啊？没办法，老高，你不知道，当家长的，有时候我一旦想说什么事儿，一看他们从小没妈了，是吧？我心疼，是吧？该骂了就骂不出来了，该说也说不出来了。想想孩子也不容易，过了就算了。有话还是得说啊！哦，对了，你去门口看看吧，那儿还躺着个人呢。躺着个什么人啊？出来。来看看看看。姑娘，哎，哎哎，姑娘，哎呦呦呦，怎么？小姑娘，你怎么睡这儿啊？你家里人呢？哎，你不就是昨天那姑娘吗？方婆婆你好，我叫李月月。快点！哎呀，爸，李月我根本就不认识。还给我装糊涂，走啊！你是怎么又是你？他们俩好像认识，会不会小龙又捅什么娄子了？你好啊，小龙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不是你谁啊？你跑我们家干嘛？你不记得我了？我是来报恩的。报恩？不是你这一大早上跑过来说要报恩，你脑子没问题吧？那你还记不记得10年前的夏天，在小湖边，一个小女孩落水了，是你跳进湖里把那小女孩救了起来的？不会吧？难道你是？总算想起来了吧？没错，是我啊。约好10年以后见面，现在我来了，来报恩了。你开心不？报恩？报恩是以身相许的意思吗？那个古时候是有这么个说法，就是这个小女子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。这个，但现在年头不同了，这话不能乱用。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约定好了，10年以后再见面要好好在一起的。哦，你看，你那个时候还送了一个草编戒指给我，我一直保存到现在呢。哎，你给过人家戒指啊？你答应过要结婚吗？没有啊，爸。你开什么玩笑？那这怎么回事？这。你等等，伯父伯母，我是姑姑。姑姑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出去一下，马上就回来的。我们马上就回来啊！哎呦，你看啊，这小龙被这姑娘捏着寸头了，这下麻烦大了。这啊，行李都带来了。哎呦，喂，我不叫喂，我有名字的，我叫李月月。好，李月月，我觉得我们之间存在误会。当时救你的那个人不是我，是其他人。你不是叫冯小龙吗？我是叫方小龙，但是你知道当时那个情况是棉纺厂路永福面坊是你家，不是吗？哎呀，那也没错，但是你知道，既然都对，那你干嘛急着否认啊？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什么？其实我来的时候也有想过，毕竟过了这么久，你不喜欢我也正常。但是约定就是约定啊！你救了我，我来报恩，是你说过10年以后我们要好好在一起的。
你是不是傻？怎么可能会有人把10几岁小孩说的话当真呢？就是因为10几岁小孩说的话才更值得相信啊！只有那时候单纯的我们才不会拿感情来开玩笑的。那如果只是一个玩笑，过家家呢？什么？什么玩笑过家家？对呀，只是玩笑，怎么可能会有人把那种话当真呢？难道我们真的要在一起吗？要不然我们结婚吧？你觉得可能吗？正常吗？如果相信一个人的话叫不正常，那什么才叫正常啊？是你当初送戒指给我，是你亲口说10年以后我们要在一起的。你现在突然跟我说这是玩笑，否定这一切就叫正常吗？行了，你要报恩也好，结婚也罢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当时救你那个人不是我，是其他人，你明白了吗？啊？哎，等等，滚开！小龙，小姑娘人呢？爸，10年前救她的人不是我，说要跟她在一起的人也不是我。不是，姑姑，我跟她真的是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是吗？真的，我跟她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都清清白白的。总而言之，还是没听明白。不管了，那现在那女孩现在怎么办吧？我怎么知道她怎么办？她自己看着办。我再说一遍，我跟我跟她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对，这都什么鬼？吃饭吧。哎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